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一直出任巴菲特控制嘅巴塞哈弗嘅公司嘅副董事長 Charles Munger 喺佢生前一個訪問中指出，喺每一次崩盤前呢，市場呢都會俾出6種嘅信號。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同埋識別呢啲信號，喺災難嚟臨前呢能全身而退。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截至11月29號，各項指數嘅印記：道指報47,716點，標指報6,849點，納指報23,365點，黃金報4,220美元，白銀報56.45美元，鉑金報1,665美元，美匯指數報99.43。持續供應鏈嘅問題，美國債務增長速度令人擔心，以及市場對聯儲局下月降息嘅預期。FedWatch 工具顯示，12月減息嘅機率為86.9%，呢個推動白銀價格創下歷史嘅新高，亦都為黃金上漲注入咗動力。目前金價已達到2週以嚟最高嘅水平。近幾個月嚟白銀市場備受關注，不斷增加投資嘅需求，消耗咗地上嘅庫存。上個月導致倫敦場外交易市場嘅實體白銀供應量大幅下降，導致呢種灰色嘅金屬表現優於黃金。目前嘅金銀差為74.75，係2024年5月初以嚟最低嘅水平。白銀新嘅勢頭提振咗貴金屬市場嘅信心，黃金價格突破4,200美元嘅阻力位，促使一啲分析師猜測持續數週嘅盤整已經結束啦。我認為黃金價5,000美元係一個喺不久將來非常實現嘅目標。白銀喺2026年底將升穿100美元。我經常講股災將會喺2026年上半年發生嘅。Charles Munger 喺佢生前，佢一直出任巴菲特控制嘅巴塞哈弗公司嘅副董事長。我最近睇到佢以前一個訪問，我覺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嘅。Charles 指出，喺每次崩盤前市場都會俾出6種信號嘅。呢啲信號會部分或者全部發生嘅，但呢啲信號唔係喺新聞裏邊嘅，唔係喺數據裏邊嘅，而係喺人嘅行為裏。信號好簡單，簡單到你會覺得佢喺度開玩笑。佢保證，如果你學會識別呢啲信號你就能夠喺股災嚟臨之前全身而退。第一個信號，人人都開始話呢次唔一樣。呢次唔一樣呢幾個字係所有崩盤前都常見嘅台詞。1973年，好多人話漂亮嘅50股票係新時代嘅藍籌股，估值唔重要，佢哋永遠會增長嘅。結果市場就跌咗50% 啦。2000年，好多人話互聯網改變咗一切，盈利已經唔重要，點擊率先至係新嘅估值標準。結果納指就跌咗78%。2008年，好多人話房價永遠唔會跌嘅。呢次嘅金融工程太先進啦，風險已經被完全分散。結果全球嘅金融系統差啲崩潰。當每一次崩盤之前好多人都會揾理由講服自己嘅。呢次唔一樣嘛。第二個信號，槓桿開始失控。Charles 舉咗一個例子，佢認識一個醫生朋友打電話俾佢，佢嘅聲音好興奮。佢話：我發現咗一個機會，一個穩賺嘅機會。佢話房地產可以用10% 首期買房，然後出租，租金可以覆蓋貸款，而房價每年都漲20%。咁樣房價點可以唔升？過去10年一直都係升嘅，而且我係用槓桿，10萬元嘅本金就可以控制100萬嘅資產啦。Charles 認為，當所有人用槓桿時市場就處於一個危險嘅時間啦。6個月後，石油危機爆發，
經濟衰退，房價開始下跌。佢嘅朋友醫生第一個月咧仲能撐得住嘅，第二個月就開始焦慮啦。第三個月咧，銀行就收走咗個房啦。Charles 指出，槓桿唔係輸錢嘅原因，貪婪先至係原因。槓桿問題咧，在於把波動變成災難。所以 Charles 嘅原則好簡單，永遠係唔借錢投資嘅，唔係因為佢保守，而係因為佢要確保能活到最後。因為喺投資裏邊咧，活得耐比跑得快更重要喎。第三個信號，複雜投資產品開始流行。有一日喺巴塞哈維嘅股東大會上，有一個年青人問 Charles：你點樣睇 CDO？Charles 問佢乜嘢係 CDO 啊？佢解釋咗好耐，乜嘢係債務抵押債券，乜嘢係分級結構，乜嘢係風險嘅分散。Charles 聽咗半日仲係唔明喎。最後佢話：如果連我都聽唔明嘅話咧，呢啲產品一定有問題。股神巴菲特喺旁邊咧就笑咗啦。佢話 Charles 講得啱嘅，喺投資裏邊咧，如果你要用計數機，呢啲產品咧你就唔應該碰啦。呢個年青人咧不以為然喎，佢覺得 Charles 老啦，唔識新嘅產品。3年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嗰啲 CDO 啊、CDS 啊、MBS 啊，所有呢啲複雜偽金融工具全部爆炸，整個金融系統咧就崩潰啦。所以真正安全投資係簡單嘅，簡單到咧你嘅孫都能聽得懂。如果你需要博士學位先至能理解嘅話咧，咁就唔好碰啦。因為市場崩盤時咧，啲複雜嘅金融工具咧永遠係第一個爆炸嘅。第四個信號，新手大量湧入。喺1987年，家庭主婦咧都討論期權喎。2000年，大學生喺日間做交易。2008年咧，出租車司機都喺度炒房喎。2001年，佢個孫咧都係買 NFT。每一次都一樣喎。點解新手湧入係危機信號呢？因為新手係最後進場嘅人，佢哋買係最高點，承受最大嘅風險喎。而且市場係零和遊戲，有人賺錢咧，就有人虧錢噶啦。當聰明錢開始離場時咧，新手才剛剛進入，佢係成為最後接火棒嘅人。Charles有個原則喎，佢話當理髮師、出租車司機開始俾我投資建議時咧，我就知道應該離場噶啦。唔係因為佢嘅建議唔掂，而係因為意味住咧市場已經到咗一個瘋狂嘅時間啦。而瘋狂嘅時間咧，往往就係崩盤嘅前夕。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咧你俾我支持喎。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咧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第五個信號，基本面被忽視。Charles 喺1999年一個科網投資論壇上發言，有個青年分析師站起嚟，佢指 Charles 你太老派啦，現在睇嘅唔係盈利，而係睇增長，而係睇用戶，而係睇市場嘅份額。Charles 問呢啲公司幾時會賺錢呢？年輕嘅分析師話：邊個在乎啊 ？Who cares？ 只要增長夠快，盈利遲早就會到噶啦。6個月後，互聯網泡沫破裂，呢啲只有增長、不斷投資、冇盈利嘅公司，股價就跌咗90%喎。喺每一次泡沫時咧，支持者都會發明新嘅估值方法喎，嚟證明當前價值咧係合理嘅。喺1929年，好多人話股市進入咗永久高原，歷史估值嘅方法咧已經過時噶啦。2000年，好多人話市盈率已經唔重要，要睇呢個市銷率同埋市夢率，係發夢嘅夢。2008年，好多人話房價收入比唔重要，因為房價永遠會升嘅。大家要知道喎，基本面永遠唔會過時嘅。一間公司嘅市值永遠都係由呢個現金流決定嘅。如果佢唔賺錢，如果佢現金流為負嘅話咧，呢啲公司咧就唔值得咁多錢噶啦。呢個係常識，但喺泡沫時咧，常識咧會被拋棄噶啦。好多人會揾各種理由嚟證明呢一次唔一樣。第6個信號，
恐懼消失，呢個係最危險嘅信號，因為恐懼係市場嘅安全閥。當人們驚嘅時候咧，佢哋會謹慎、會保守、會保持安全嘅邊際。但當恐懼消失時咧，人們開始冒險啦，開始激進，開始失去理智。而失去理性嘅市場咧，就係泡沫嘅溫床啦。Charles 話：佢一世咧學到最重要嘅一課，喺別人貪婪時咧就要恐懼，喺別人恐懼時咧就要貪婪。而大多數人嘅做法咧就剛剛相反嘅，喺別人貪婪時咧就更加貪婪，喺別人恐懼時咧就更加恐懼。我經常講，股災將會喺2026年上半年發生嘅。目前大家揾到幾多個市場崩盤嘅信號呢？歡迎你留言俾我。面對人工智慧產業泡沫、利率猜測、法定貨幣貶值，以及點解實體嘅黃金同埋白銀喺不確定嘅時間仍然係首選嘅投資目標，隨着市場波動加劇同埋政府貨幣政策快速嘅變化，投資人呢正轉向硬資產尋求安全嘅保障。備受矚目嘅人工智慧產業呢，以及 NVIDIA 近期財報引發連鎖嘅反應，好多值得投資人去思考嘅問題。究竟人工智慧產業是否存在泡沫呢？只要大家睇下科技股嘅市盈率就知道㗎啦。佢哋市盈率呢已經高得離譜啦。雖然泡沫呢幾時破裂尚不明朗，但目前嘅估值咧，肯定唔可以持續嘅。上期我指出，科技投資巨頭軟銀集團行政總裁孫永義披露，喺10月咧就沽清咗 NVIDIA。矽谷投資教父 Peter Thiel 旗下嘅 Thiel Macro 基金亦披露咧喺第三季清倉 NVIDIA。橋水基金 Bridgewater 亦都喺第三季沽出手上多過60%嘅 NVIDIA 持貨。呢啲深知嘅投資者對人工智能 AI 泡沫嘅危機，俾咗大家一個清楚嘅部署啦。你哋覺得佢哋有冇做錯呢？定一話你覺得呢次係唔一樣嘅？只要大家同聯儲局嘅角色連結起嚟咧，呢種錯覺咧更加清晰。政府嘅干預向市民注入數萬億美元，人為地咧支撐咗股價，掩蓋咗美元貶值嘅事實。股市可能會出現回調嘅。回調幅度大到聯儲局咧會出手干預嘅，然後就好似2008年咁樣印鈔，用數萬億美元咧嚟提振呢個股市。但呢啲咧都係假象。實體黃金同白銀獨特性，你唔可以用 NVIDIA 嘅股票買房同埋買菜嘅。黃金同白銀本身就係一個貨幣，實體黃金可以用嚟買房同埋生活嘅必需品。呢個證明咗黃金嘅持久嘅購買力。隨着各國央行轉向數位嘅貨幣，政府債務達到歷史嘅新高，法定貨幣持續貶值。現在咧係你採取行動最佳嘅時間啦。為咗保障你嘅未來，實體黃金先至係抵禦貨幣危機同埋系統性銀行倒閉嘅唯一真正嘅保障。喺貴金屬市場中，白銀常常被視為呢個黃金嘅伴娘，似乎總係比呢個更受矚目嘅對手掩蓋呢個光芒嘅。但白銀呢正以沉默但更強勁嘅姿勢為投資者創造呢個回報。鑑於結構性供應短缺同埋太陽能板等再生能源技術，其長期前景或許呢更具吸引力。現貨白銀自2023年10月以嚟呢持續走強，從當年10月3號20.67美元嘅低點躍升163%，至11月28號創下54.38美元嘅歷史高位，隨後銀價回調約5.6%。現貨黃金呢，即從2023年10月3號1813美元嘅低點上漲142%，至10月20號創下4381美元嘅紀錄，隨後回調約5%。儘管今年白銀大幅跑贏呢個黃金，但其強勁嘅漲幅係遠低於黃金嘅媒體關注度。黃金通常咧係兩大貴金屬中更耀眼嘅一個，白銀喺百分比回報率上咧亦超越黃金嘅紀錄。從2008年10月到2011年4月27號，創下當時48.24美元嘅紀錄高點期間，白銀咧就暴漲咗431%。
黃金同期亦都上漲至2011年9月6號1920美元嘅歷史高位，其漲幅較為溫和，為168%。當前呢一輪黃金上漲趨勢喺特朗普重返美國總統職位後咧得到強化，引發對貨幣政策寬鬆嘅預期，同時亦都帶嚟市場對美債等美國資產信心喪失嘅擔憂，因其政府尋求加強對美聯儲嘅控制。央行購買嘅行為咧，以及投資者對黃金交易所、交易基金、金條同埋金幣嘅濃厚興趣，共同推動咗黃金嘅上漲。白銀確實喺某個程度上咧係借助黃金嘅東風，但其較低嘅價值咧意味住實體白銀儲存成本更高。呢個確實限制咗其部分投資吸引力嘅。根據 LSEG 計算，2024年白銀缺口咧為5億安士，較2023年1940萬安士大幅擴大。鑑於市場對銅同埋黃金嘅樂觀情緒，未來幾年白銀嘅供應咧將會繼續短缺嘅。白銀嘅供應咧也可能受到一啲礦場預計喺呢個2030年前咧關閉嘅限制。產業網站 Mining Technology 7月月刊預測，全球白銀產量咧到2030年將從今年預期嘅9.44億安士下降至9億安士。喺供需失衡嘅情況咧，市場估計白銀喺2026年中咧將升至72美元，在2026年底咧更突破100美元。前邊引用 Charles Munger 列出6個崩盤前嘅信號，分別係呢次唔一樣，槓桿開始失控，複雜投資產品開始流行，新手大量湧入，基本面被忽視同埋恐懼消失。你認為呢啲信號已經出現咗幾多個呢？大家要注意，每一次崩盤前呢啲信號會部分或者全部發生嘅。面對美國經濟急速放緩，風險大增，美股估值超高，私募信貸市場發垃圾級別嘅金融產品，財政部要大舉發債以維持政府嘅狀況，信用卡逾期率為15年嚟咧新高。汽車因斷供而被回收數量咧接近200萬輛，消費者信心接近歷史嘅低點啦。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察覺，近年通脹越嚟越高，當關稅全面執行時咧，通脹將升至更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價格不斷下降，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裁員增加，多國戰事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Oracle、NVIDIA、CoreWeave 同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呢個2000年科網館爆破之前咧十分相似嘅，所以 AI 泡沫爆破咧係難以避免嘅。市場估計2026年繼續減息多2次，聯邦基金利率區間達到3至3.25厘。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哋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滯脹風險為60%，滯脹會引發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但黃金、白銀咧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咧就進入大牛市。我係根據2008年股災數據作推算嘅。我將呢集嘅連結放喺圖中嘅右上角同埋片尾，歡迎大家去睇下。片中我有解釋我係如何推算黃金升至7663美元，白銀會升至118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
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